前腳剛說自己與郭威母子情深，後腳就將郭威給告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很快即將迎來第二次開庭，法院传票早就提前交給了杜新之，他将作为被告和原告一家三口对簿公堂，等待他的是2个律師潘克與李勝的質詢。對於杜新之來說，這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最終起訴他的3個家庭，有一個是他蒸了28年的蛋糕，眾叛親離的滋味可不是那麼好受。為此，老杜發聲表態反對網絡暴力，同時開啟了一場久違的直播，指責李勝律師是個網絡噴子。如果不是他散播偷換謠言，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軌跡不會被打亂。他指責徐敏偷偷把自己健康指數為9的側兒給換成僅僅為6的郭威。他將拿起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指責徐敏蠱惑郭威。好在郭威良心未泯，見到訴狀後勃然大怒，當庭撕毀，然後立即衝出來向自己打電話保證絕對不會告自己。情到深處，老杜的眼淚居然流了下來。直播結束後，老杜立即行動起來，向徐敏、姚詩彬、郭威與李勝發了投訴狀，最後簽下了杜新之的大名。前腳剛說自己與郭威母子情深，後腳就將郭威給告了，而且特地的將郭威的名字放在最前面，這不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更讓人震驚的是，老杜居然要求公開審理，直接喊話央視等全國媒體和各大主流媒體都轉播了審理現場。好家伙，杜新之的自信來自哪裡？我們先來看看杜新之的訴狀，可以說是犀利加挑釁。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絕不是出自本人的手。老杜的理由只有3個：引起公眾注意，不允許任何人侵犯他的隱私。徐敏對此沒有意見，這就值得引人深思了。老杜認親後向大眾坦白，說了很多謊，他真的就不怕被暴露嗎？公開聽證的概念是什麼？言下之意就是讓審理透明，簡單來說就是讓全社會從頭到尾聽聽審理的過程，讓人們知道審判中發生了什麼。與正常的審理過程不同，旁聽席只對家庭成員和官員開放，而公開審判則不然，無關人員也可以進去。可以想象5月8號那次開庭，一開始真相的擁護者就排起了長隊，交警趕來維持秩序，來自不同地區的熱心人士都聚集在這裡。如果是公開審理，誰不願意去聽聽呢？人數固然是空前的。言歸正傳，我們來分析一下老杜的自信從何而來。在普通人眼裡，老杜的這番話似乎和印度吊打五常一樣好笑，實則不然，小看他就錯了。法院的決定取決於什麼？證據。人證和物證缺一不可，證據鏈必須完整。只有確鑿的證據才能招供。杜新之的自信從何而來？由於缺乏證人和證據，他們都被很好的隱藏起來。首先，讓我們看看人證。主要有證人郭希志、鄭穎、王赦廉、陳幸運。要說藏得最好，無疑是郭希志。早期流傳的照片不是他的，淮河醫院主任張鵬更是為他在法庭上欺瞞法官，說郭希志早已退休，無法與他取得聯繫。但是這是錯誤的，郭希志是一名癌症患者，幾年前他去美國接受治療，現在下落不明，恐怕即使法庭真的開庭，他也不能再出現了。郭希志出庭受審的可能性很小。鄭穎是一個藏得比較隱蔽的人，姚策2歲半時被診斷出乙肝，徐敏和姚詩彬立即趕往醫院，結果醫院的主要病歷到這裡就被修改了，包括徐敏的病歷直接丟失了，杜新之的也差不多，鄭穎也是病歷記錄者之一。那麼為什麼徐敏的家人在剛找到一家醫院的時候就出現了如此重大的疏漏呢？更令人困惑的是，儘管網絡上的質疑聲不斷上升，鄭穎卻拒絕露面，他還在淮河醫院嗎？王赦廉是被謊話被拆穿的最多的一個，對他的懷疑當然少不了了。王赦廉曾在媒體面前說，1992年淮河醫院沒有手環識別。不過近日淮河醫院的一名醫生向徐敏透露，當年一直都有手環，言下之意便是王赦廉撒謊。除了手環，王赦廉還違法在徐敏身上使用了安定劑，並且劑量超標，對一個剛生下孩子的孕婦，在虛弱情況下有死亡的風險。同樣
常令人尷尬的是，隨着網絡的質疑越來越多，王社聯也不再說話了。陳幸運是最大的地頭蛇。河南官方宣布錯換人生只是醫院管理混亂的原因時，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杜新之，卻忽略了有能力讓醫院出現混亂的陳幸運。如果真的是管理混亂，同時官方也認可，那麼決策者陳幸運肯定會被追究責任。為什麼他至今沒有被追究責任？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陳幸運依舊沉默。為什麼他能一直保持沉默到今天？接下來我們主要看一下医院採購清单和医療記錄等物证。如前所述，淮河醫院的內部人士透露，手環實際上是在1992年就存在的，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同時也不是好消息。医院買手環的時間是1991年，通常购貨發票的有效期是30年，但從1991年到2021年，已經過去了30年嗎？届時医院完全可以发票丟失為由，直接搪塞過去。事實上，檢查病歷單比前者更難，畢竟有人修改的跡象。重要的病歷丟失了，如果想找到原來的病歷單，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不然不能作為證據。或許這就是杜新之的信念，很難收集證據。有些人能否出庭是一回事，這對徐敏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證據已經過期或者丟失了。誰還記得上次為什麼不予立案的理由嗎？時隔多年很難破案，但誰能保證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就真相而言，可能還會有一場持久戰。